好，那刚刚讲的，现在在台湾在讨论一个话题，也变得蛮夯的话题，就是鞭刑。对，鞭刑就是虐童、性侵，包括诈欺，然后我的3个就把你就除了我乱打屁股。那现在对这个鞭刑来讲，这个社会当然有很多的讨论。是，您也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看法。是，你说最重要的看法是说，你觉得他这个鞭刑真的有效吗？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鞭刑，因为至少我们说，就算公投啦，台湾如果真的要鞭刑，那知识体大家写太多的法律都要动到了，那可能不是1天2天的事情。其实我个人觉得鞭刑这件事情，我就要以犯罪，如果我们今天是讲性侵、虐童跟这个我们叫做诈欺哈，如果真的讲鞭刑来讲的话哈，我个人直觉的啦。比较有可能有效的，也许应该就是诈欺，因为诈欺本身来讲就是一种懦弱型的犯罪。什么叫懦弱型的犯罪？他不敢去偷，不敢去抢，不敢去掳人勒赎，用骗的算了，好，就比较相对来讲呢，在精神力上面比较弱的这一些犯罪现象啊，那他就是运用这种高科技的阻隔，然后把自己跟被害者拉开来，然后呢，让自己产生一种与被害者呢非人化的这种非同理现象，就说反正我只是要你的钱，我也没害到你啊，所以我基本上应该没事吧？这样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犯罪心理来形成的这种诈欺，所以诈欺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比方说在 KK 园区那些被打了以后就乖了，所以可见啦，我这么认为，如果真的打下去，也许对诈欺来讲某种程度吓阻效力是也许可以被期待的，但是如果就虐童或性侵这2个犯罪现象，基本上跟诈欺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虐童一个很大的问题点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大人对于管教上的一种正义魔化现象，因为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就举这个凯开案做案例来讲好了。凯开案其实我提出一个很奇特的心理运作历程，也给各位观众朋友们思考一下，这个历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相信凯开一开始到保姆家，一定会有因为生活不适应，所以不小心做错一些事情。一个小孩子到新的保姆家，一定会不小心犯错，绝对的。那不小心犯错，这个保姆我相信第一句话应该是规劝。好，那再次犯错，可能这个保姆就碰一下，好。重点就在这碰一下，凯开一定会停手，因为小孩子会怕，所以这时候就给保姆建立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增强的模式，动手有用，我动手有用，对，就是这样。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其实保姆知道凯开的出身本身就来自于一个不健全的家庭，所以第一，保姆怎么打凯开的爸爸妈妈不知道。第二件事情，保姆甚至有一个感觉哦，我们就举例来讲，如果今天是一个所谓的这种医生、工程师的小孩到保姆家里去，稍微调皮捣蛋，这个保姆一定会这样讲：哇，这个爸爸妈妈很聪明啦，这小孩好可爱，你看那么聪明，还会爬屋子，还会干嘛干嘛。但是如果今天是凯开到这个保姆家，凯开做了一点点不违法的事情，保姆可能就不要说违法，就违规了，就把家里弄乱了。这个保姆脑中的想法就是，你就是没有人要的小孩，你爸爸妈妈就是个坏种，所以如果阿姨不教你，以后谁教你啊？阿姨一定要好好教你，阿姨是那么好的保姆，我一定要好好教育你，否则你出社会变成你爸爸妈妈那样还得了？阿姨就会打了凯开第一次一定听话，这就造成了非常恐怖的这一种正义魔人的酝酿的土壤。那到后来变成虐的部分，那就是恶性的展现了。但是恶性的启发，如果我们就犯罪心理学来讲，它一定有一个点会点起来，这个点火的点一定是有效性。你知道你这样讲的，你说他可能在这个所有的过程里面，他没有任何罪恶感，没有，他也不觉得自己会做错，他甚至觉得自己很有效。我真的很坦白讲，我是没有访谈过，我不好意思，这刘姓保姆。但是如果今天就我自己的育儿经验，我可能也会觉得，你看吧，打了就听，为什么不打？对，这一种概念实际上是非常魔的一个钥匙孔。你现在讲一个很可怕的犯罪的这个过程或犯罪心理是。我在做这个过程里面是没有罪恶感的，对，甚至他会觉得我是替天行道的。那我如果觉得我没有罪恶感，我当然不会担心我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没错，所以你说你要这么鞭刑，你要怎么样，我根本不会在意啊，我就会做到底了。对，因为我做到底代表我有效啊。对，所以反而一直增强他自己的这一种罪恶模式。那因为我们知道虐童不可能一次就虐死哦，所以呢，在一次的过程中，才会出现后面更恐怖的叫做与人讨论，然后呢增加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恶意的创造力，也就是说呢。你看你打一下我打两下，打两下是他就比较乖哦，那我更有效哦，你看你输了。那这种跟妹妹之间的对话，我们知道这些现在资料都公布了嘛，真的是他惨绝人寰，大家都看不下去。其实这些部分在心理学上面，我们是可以去归因出来说，这2个人实际上他们就产生一种叫恶意的创造力，我比你更厉害，你看吧，你下次听我。他们真的没有罪恶感。我不认为有。他们在打这个小孩，看到小孩这么惨，然后那个全身都是伤，都奄奄一息了，他们不会有那种
悲悯、痛苦或者不安的情绪吗？我认为在走到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应该不会有了，因为他会觉得，你看吧，你身上都这样子了，还不听话，可见你真的很恶劣，你的心理就是坏掉了。他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所以人坏起来可以坏到很可怕，会坏到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是，那另外刚刚讲的。台湾因为讲鞭刑，是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对。然后因为新加坡有鞭刑，所以我们都觉得，新加坡治安很好啊。对。特别之前不是新加坡会在涂鸦啊，对。所以新加坡是会有涂鸦，对。然后涂鸦怎么改都改不了，然后就抓到一个这个所谓的美国青少年，对。然后涂鸦，结果那克林顿打电话去给这个不可以打屁股，对，不可以打，不可以有鞭刑啊，就新加坡完全不理他，对。第二天就公开打给人家看，对。他涂鸦就真的解决了，是，所以大家才会觉得，新加坡有鞭刑啊，好像很有效，弄个涂鸦以后就解决啦，所以鞭刑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呀。其实应该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新加坡的鞭刑它的执行其实是非常限缩的，它只有18岁到50岁的成年男性是可以使用的，其他女性不能用，50岁以上也不能用，还有特定刑罚也有一些是排除的哦。所以呢，实际上新加坡并不是每个人都被打屁股，所以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女生不能打屁股，女生不能打屁股，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所以50岁以上戴老师也已经过了，也没有打屁股这件事情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荧幕上面看到，实际上呢，就我们这个全球的这个安全指数、治安安全指数，我们会发现我们台湾其实很高。我们是第3名仅次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卡达。反而我们台湾的治安这么高？对，我们引以为师的我们新加坡其实才77.4分那当然这个指标是非常多层次的来看。那我们可以看到前5个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来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台湾、香港跟新加坡。其实这前5个里面，台湾的这个面积跟我们所谓的文化跟民族的多元性是最高的。当然我们大家都说台湾实际上是一个以我们汉民族为主的也就是说这个中华系统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人民组成，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外来的朋友，我们有外籍的朋友，我们有原住民的朋友，来这边工作的朋友，还能维持这么高，这个非常困难。那当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卡达他们有这个回教律例的这样的一个，那台湾宗教是很 free 的，对不对那接下来呢，香港因为香港跟新加坡其实相对来讲这个幅员比较小一点所以他们呢在这个物理监视性上面比较能够做得好。所以整体讲起来呢，我觉得台湾才是奇迹，我们应该是请新加坡来学才对。其实我们要学成我们的治安状况是比新加坡。对，我们如果说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东西？各位可能就会觉得，在这么乱讲，新加坡应该很好很好。对啊，我看到你这个图表，我有点愣住。对，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台湾这么高，而且我们只比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卡达低一点点而已。对，我们是过80分的，而且我们比日本都还要好。对，比日本还好。我们的治安真的有这么好吗？对，我们的治安非常好。其实呢，各位如果说我们就这个10万人犯罪率来讲，台湾几乎是亚洲的前面的。那跟很多，比方说大家最后就讲了我们诈欺跟虐童以外，还有说性侵要不要鞭刑？台湾的性侵流行率基本上是东亚地区其低之无比的。我们如果要讲东亚地区的性侵率最高的，大家可能难以想象是哪个国家？南韩。南韩的这个强制性交或者是与性有关的犯罪率呢，这个10万人犯罪率是高的那相对来讲，其实新加坡也比我们高新加坡虽然它有性侵的这个鞭刑的这个状况，但还是比我们要高。所以整体来讲，但性侵这就回到一个点了，因为每个国家的法令不一样，有些国家对于某些行为它是排除在性侵以外那当然还有什么像猥亵啦，或者还有像我们台湾现在做的就是男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女性对男性，这也算在强制性交。那有些地方呢，它可能会把它切开来看各种不一样的国家这个法令上面的比较。不过整体来讲，台湾的治安，我们把它叫做初犯罪率，就是一个人从不犯罪到走到犯罪这件事情是相对安全的。那台湾危险跟我个人觉得我们必须要去讨论的是，做了一件犯罪以后进了监狱以后出来，他怎么又再犯了？对，这个才是重点。累犯。对，所以你等于说你关他没有用，那打屁股就比关会有用吗？打屁股是打完就结束了。对，我还提出一些很怪异的观点。我就非常好奇，鞭刑在新加坡里面，它到底有没有效果？其实应该这样讲，鞭刑对于满足一般市民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就这样讲。大部分的人在犯罪之前在远离犯罪，像我们正常生活状态的时候，都会因为害怕被处罚比方说我们今天好了，看到红灯为什么停下来？第一个一定是怕被照到相，第二个是对方已经启动了，我怕被撞到。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的手法
建立在怕，这就是理性。但是我们时常发现一件事情，当今天一个人车上有毒品的时候，我管他红灯绿灯，后面是警车，我一定冲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就不理性了。所以犯罪者基本上在不理性的状况之下，所有的处罚他都不会想到。我们每一次访问所有的人，我们也实际上跟死刑犯面对面过，或者是跟那种什么很重刑的刑犯的这些加害者面对面过，他们脑中所有的概念都没有刑罚，他们脑中所有的概念，他们会做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大家都会说这些人丧尽天良啦，没有理性啦什么，但是这些加害者就这么亲口的告诉我，他说戴老师，我那时候只剩杀人这件事可以做，因为我不杀他我就被杀，我不杀他我就被抓，对，我不杀他我就被打，那我为什么不杀他？他们的脑海里面一直会去撇除掉可以合法的选择，对，他们会让自己往非法这条路不停的走下去，我就是要这样走，合理化自己的非法，因为我被逼到这样了，所以我不得不这样，因为我被逼到这样，所以我不得不这样，对，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是把自己的非法行为不停合理化的过程，但是一般人不是，一般人是把自己的合理化的选择不停的找进来，对，可不可以这边不要这样，这边不要那样，我不要违规停车，对，不要违规右转，因为我怕怎么样，怕怎么样，所以在这个认知思考的历程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说，我真的搞不懂他在想什么。对，真的搞不懂，因为他们就会这样想，一直把自己撇除于，那个真的是我们一般人不能理解。对，他们一直把合法的可能性删除，我们是一直把非法的可能性删除，那这个逻辑就不一样。那另外台湾现在居然这么好，有一个就是我也看到一个数据，我也看一个说法，我有点愣住。其实台湾这几年我们的重大犯罪。对，显现多，特别是重大暴力犯罪降很多，降很多。他为什么重大暴力犯罪、重大犯罪少很多？所以我们有诈欺。对，这个其实蛮有趣的。我在想说，你跟我讲真的讲一讲。他说，对，你知道吗？因为诈欺的关系，我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比如说我今天是黑道，我已经黑道，我要掳人勒索，对，我今天要去等于说绑架干嘛的？我今天或者我今天讨债干嘛？要你凶狠。我现在不用啊，我用 pen 的呀。对啊，用 pen 的就无啊了。甚至还有一件事情，这个是随着我们这个制度不停的演变下，我们合理的推测，未来可能会出现所谓的黑道制度型的犯罪，也就是呢，他连诈骗都不用了，他就变成一个很制度性的，比方说。制度性的保护费制度那干脆用这个来讲，而且我也不用强制收那可能就变成说我们这个地方的约定俗成，其实这个是一个危险的讯号啦。不过的确，宝杰跟你讲的很对，就是说呢，台湾从诈欺盛行以后，绝大部分的暴力犯罪全部躲到这个里面去了比方说我年轻那个年代，在1980、90年代的时候，很恐怖。我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我爸妈都会接送我，因为尤其路政案过了以后，对大家都怕的要命，怕小孩子不见嘛所以呢，那个时候掳人勒赎是大家的心头之痛，然后这个痛的顶点，最顶点到白小燕命案。白小燕命案是台湾的所有的掳人勒赎的残虐型的暴力犯罪的最顶点状态。那时候的这个真的是整个社会几乎接近要人与人之间信任崩解的状态。然后这个白小燕命案过了之后呢，其实下一个出现的是郑捷案。那郑捷案就已经变形了，因为它的背景并没有钱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中间的过程中是台湾社会结构变化、人心变化的一个阶段。但是更奇特的事情就是呢，其实我们近年来真的这个掳人勒赎啦、绑票啦、抢夺啦，或者强盗啦、飞车强盗啦，的确减少了这个数量上是降低的。那重大暴力犯罪呢，我们如果把这些重大暴力犯罪的比例，把杀人这些全部加进来看呢，其实占台湾的总刑案比例大概接近1%左右而已。也就是台湾90%的犯罪不外乎就是诈欺啦、毒品啦、公共危险罪之不能安全驾驶啦，或者一些什么侵占啊什么这些，或者网络上面名誉毁损这一些的，相对来讲就很轻。对，然后我们换个角度讲，就是我躲起来嘛，反正你也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很懦弱的感觉，没骗到就算了，成本很低。成本很低的另外一个恐怖的点在哪里？它的入门桩很低，门槛很低。所以以前我们今天要抢人要干嘛，总得还是要自己体力要很好。下面一只手机就在骗了那一个 APP 就在骗了。那这些过程会让台湾的犯罪这件事情呢，容易有扩散性，所以呢，现在的重点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子。你这样讲很妙啊，现在人家讲的，那不就强化了鞭刑的正当性吗？因为你说鞭刑对谁最有效？对诈欺最有效，对那些懦弱的，对诈欺又是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那不就刚好
是对症下药吗？对，所以就会变成有一个逻辑，就变成是什么东西呢？鞭刑如果它是有效的，那它的执行手法上面，对执行方法上面，也就是说，就像这样讲好了，我们今天就有一个网友就提到，如果鞭刑这个名词就能吓阻了，那不鞭也可以啊，有就好了哈。所以呢，这个逻辑的确某种角度上面来讲，不经实验不知道哈。我们就是说，在人民的这个法感情里面，我们没有实验是不知道的。但是鞭刑它的适用性，它的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必须要一个很精准的对。但是这个又回到另外一个点，台湾人对钱的执着这件事情，其实诈欺哈，我们政府也头很大了，所以我们大概是在110，应该算是110还100几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对2014、2015左右了啊。那大概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对于这个诈欺有很深恶痛绝的这种，所以呢，政府就不停的有什么加重诈欺罪啊，什么首谋加重1/2刑期什么。但很奇特，一般犯罪对，尤其毒品最明显，毒品是最懦弱的，你抓它就掉下来。所以，比方说像依托咪兹，身为2级，嘣就马上没有人用，然后就摔下来了啊。所以呢，这些东西是毒品常见，那是极端懦弱的犯罪现象。但是诈欺最奇特，就是你抓它还是会上升哦。原因在钱还是在那里，诱因太大了啊、所以呢，诈欺也就是说呢，鞭刑这件事情的处理，我甚至觉得啦，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一群人在聊，搞不好能够救台湾诈欺。也许只有股市救得了，如果股市赚得更快的话，用钱换钱，对对对，有人这样笑话讲，只有用钱去换，用钱换钱嘛，反正我要的也是钱，你也能给我钱，那搞不好就没事了。所以也有这种非常光怪陆离的、比较调皮捣蛋的说法，但实际上呢，钱跟鞭刑这个面前，就要看大家对于这个理性的评估是如何。那我们就要很合理的讲，诈欺是理性犯罪的一种。对，那鞭刑的确对于理性犯罪有阻挡作用，这个是，但是呢，拿鞭刑来压诈欺，这个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这个事，会不会前仆后继？对对对。你刚刚谈到就是台湾的那个重大犯罪是在减少，可是你只要一重大犯罪，我觉得那个都会让这个社会非常的震撼。对，没错。就像张文，是他在这个台北捷运，他在南京东路做了那些事情，是，可是。我听你的一个说法，当时我有点想说，你当时怀疑张文的这个背后是跟毒品是有关的。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说他模仿郑捷，可是你说张文的所有的手段，跟郑捷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因为郑捷就是他很低调，我就是要杀人，可是张文是我要秀，我是要再秀，我是要表现的，对，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好，我觉得呢，一开始可能我在这个资料还不全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事情一发生，大家都很急的想要了解的时候呢，那因为呢有一些媒体就会传出来说，是不是这个人有药物的经验？所以我当时的那个说法是说呢，如果有药物经验的话呢，这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台湾在这个安非他命呢，因为药爱 Chemsex 的关系重新流行起来以后呢，的确造成年轻朋友们呢滥用之后有这个类视觉失调的状况哦，这个是我们觉得是应该要避免的。那因为张文事件呢，其实后来确定张文是没有用药了哈，所以这边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更正。但是不过呢，其实宝杰哥您刚就提到，就是说张文跟郑捷，很多人说用模仿，但是我用的方式比较不是模仿，我用的是启发。什么叫做启发呢？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呢，郑捷他是选择移动中的车厢来进行遂行他的杀人行为。那这样的一个作为，就是提高他杀人成功可能性。也就是说呢，我就是要杀人，因为呢，他也把自己关在一个逃不掉的地方。所以实际上，郑捷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就是同归于尽，反正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我也不让你有。所以呢，他就以这个残害生命作为他的犯罪主轴目标，这个我们比较能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推测。那张文却不是，其实我们都像我刚刚其实就走 M8 出口出来，其实我们都知道 M8 出口在台北捷运并不是什么首选的出入口那边人当然有，但是只是他的这个作案时间5点多 ，M8 出口不太会有那么多人，那 M7 更少人 ，M7 中山班那边非常少人。那 M8 我是这一次事件我才知道有 M7 出口，对我也是，他就在我们公司附近，我都不知道有一个 M7，其实就中山北路，那很少人往那边走，很少走。那 M8 出口实际上虽然有，但实际上我们也后来发现呢，他离开的时候没有往 M7、M8 逃，他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走掉，从那个中山的这个中山站那个方向走地下街走掉。所以呢，其实 M7、M8 出口，如果他今天要杀人，真的人流很大，就不好杀，然后散掉了。而且，如果我要杀人，我干嘛先丢烟雾弹把人驱散？根本我还要追着人跑。所以我们第一位这个渔家场于先生于勇士呢，他过去阻止，所以然后就造成了这个杀害现象那我们就觉得就我们从这个犯罪学的角度来讲，整个张文的他的这个犯案的这个连续性来讲，他比较坚持的是自己的犯罪计划被执行完成，
哦，所以呢，比方说他这个汽油弹因为被阻挡，所以没有办法点燃啊，他不得不放弃这件事情，他就很火嘛，啊，他的计划被阻止了，所以他做了第一个杀害的行为。然后更奇特的是，我是觉得张文有完美性格，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发现了，他后来回去自己的这个旅社里面重整装备的时候，他遗留了好像是20几还是10几罐的汽油弹就没带走，可见他觉得第一个地方没点燃，第二个地方应该也点不燃，那我不要了。所以他是一个极端容易放弃的人，也就是说，在完美计划中间，一旦不完美了，我就不要；一旦不完美了，我就不要。那他到南京西路上面丢烟雾弹，也是左边一颗，右边一颗。其实，如果当过兵的男生都知道，这样子其实烟就散掉了。你不会在空旷场合，对，而且在空旷地方丢烟雾弹，你要在密闭的这个空间丢，对，丢才会有用。所以整体来讲，其实或者我们讲句最恐怖，这个东西可能也许稍微小消音了。怎么说呢？如果今天汽油弹在台北车站，其实台北车站很难烧起来，因为它是非常高规格的公共建筑，所以它所有的材料都是防火的，隔烟墙隔什么都做得很好，所以不容易燃烧。但是如果商场呢？那里面都是纸制品，对，那才恐怖。但是他没有做任何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他到商场里面无烟、无火、无油，所以呢，实际上他就是想要赶快逃离或遂行完他所有的犯罪行为。然后他今天意图造成极重大伤亡，其实他所有的路线都跟极重大伤亡没有关联啊。可是他最后，我觉得大家非常好奇啊，他最后那个跳楼到底是什么？对，现在就是谜团。他到底是一个失误，还是说他是求死，还是根本想脱逃？这真的就现在没有办法。好，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牵在一起？就是你要讲，日本也有类似的经验。对，你如果使用安非他命，对，因为安非他命是一个神经的刺激的一个兴奋剂，对，那刺激了兴奋剂之后呢，那你就会等于说你会抓狂。对，尤其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中枢神经兴奋剂它具有一个神经毒性，它会阻碍我们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的再吸收，也就是说它会让人呢长期处于一个呢知觉很敏锐的状态。那所以呢，用了这些药物以后，兴奋剂以后，你体力会很好，然后呢，你的这个感官会变得很漂亮，那看的东西颜色的彩度会增加，或者皮肤触感会变很好，那这些就可以增加我们对玩乐过程中的快乐啊。比方说跳舞的时候体力很好，或者说我们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彼此的触碰感会来电的感觉啊，这些都在那个状况很好，但是其实神经，尤其神经细胞就受损了。那受损之后呢，日积月累之后，这样的一个受损功能呢，就很容易造成呢，它这个神经细胞不停的做出一些传导物质来，让人们产生了不该有的幻觉，就实际上没这个感觉，但是它就是不停的放药，在脑中它就有幻觉，对，幻觉出来。那这个幻觉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就是药物滥用后或者是物质滥用后的这种思觉失调现象。那我们就会发现呢，安非他命的这些长时成瘾者，他们在一定时间之后呢，就会回馈到说听到东西，妄听妄想，这幻听妄想，幻听对幻想啊，或者就是说幻觉，那最严重的有的到幻视看到，那这就重点就来了哈。那我们就会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幻听幻觉应该就是幻嘛，幻就是不存在嘛。但对于他们来，真实的，对，他会告诉你就有啦，就是有啦。我有听到，我有看到啊，我有听到，我有看到啊，我们没有啊，我们那就没办法沟通。因为我们就说，你明明没有，你不要胡乱。他说就是有，在我脑袋里面就是有，那这个没办法沟通，所以会渐渐的肃清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人际关系没办法跟人家沟通，他渐渐他就越来越相信那个在他脑中的声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其实我们会发现经由这些中枢神经兴奋剂成瘾之后所带来的这种类思觉失调现象某种程度跟这一种冲动暴力型的犯罪，我们不能讲到因果，而是呢它的确有共变的现象，它就一起有上升的现象。所以呢，其实我们就会觉得，其实药物所带来的，大家真的不要觉得吸毒就是这一次，然后呢茫茫的开车撞到人，并不是那么单纯一拉长，结果可能这个社会付出的代价是很长很长。因为他在幻听幻觉的状况，他可能蛮久的，他可能会做出非常可怕的。对，而且甚至他没有犯罪意识，他会觉得是脑袋这个声音叫我做的。对，我今天听你这样讲，我才知道很多人犯罪是没有任何的罪恶感，没有。对，很多大部分我们最常听到最好笑的什么那尤其那些重大刑案，他都会这样讲教授，我连蟑螂都不敢杀，我怎么杀人啊？我加抓人，那我们跟他抬啊，我抬狼，打我的抬狼骗笑结果抬啊，然后杀人呢，杀2个但他不敢杀蟑螂，完全不是我们的想象。就他们的借口很多好的，另外就是，那台湾现在我大概非常接受，以前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校园这个
吸毒是很严重。那比如讲什么咖啡包啦，或什么有的没有的啦，大概5年前咖啡包。OK， 我听说那台湾现在这种用毒安非他命的这种状况严重吗？其实应该讲台湾的毒品一直以来，随着我们政府的严加反毒啦、查毒啦，或者做这些活动与其说严重，不如说变形。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呢？台湾最成功的就是海洛因的宣导。因为海洛因的宣导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就一直被贴上什么东亚病夫的不可以吃吗啡，对吗啡啦。所以其实呢，台湾再加上我们终于人类发现的这个海洛因类药物，就是这种鸦片制剂类药物的大脑机制以后，我们成功的也大胆的运用维持疗法，用美沙酮去替代海洛因。所以呢，我们已经成功的让海洛因的新生人口呢不再急剧增加，甚至呈现呢不能讲缓步明显的下降。所以呢，如果合理的这个政策持续推行下去，也许在公共卫生端呢，我们能够在1代到2代的时间内解决海洛因的问题。因为大家很怕啦，所以我必须要诚实讲，之前的毒品教育告诉大家说毒品很可怕、很恐怖，这个是有效的。在我们所谓的恐惧诉求上，对海洛因我们成功干掉它了。对，好，我们控制它了。我们现在呢，慢慢的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后面问题就来了，大家有 A 很可怕，那我就躲到相对不恐怖的，也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海洛因不行，那不是海洛因是不是没事了？这个观念就是犯罪人心中在想的。犯罪人心中在想，就是你告诉我海洛因不行，那我就不碰海洛因嘛，可以吧？那我碰别的嘛，对，那就往2级来走。那2级来走呢？那麻烦就在2级毒品，大部分呢，我们目前规范中比较多的2级毒品，其实都是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它的第一次使用经验都极好。举个例子来说，安非他命用了以后体力真的很好，对，好，或者大麻用了以后真的轻飘飘的，用了以后很放松，好，或者摇头丸用了以后呢，你真的可以跳舞整夜都不会累，然后你那个视觉感官效果非常的好。麻烦就在这里，当你第一颗药物用下去如此快乐的时候，那以前海洛因的教育就没有了。大家一直觉得海洛因就是躺在鸦片床上面昏昏沉沉，那没有，我没有昏啊，我没有昏昏沉沉，我玩得很开心啊。然后再加上一些文化的宣导，就导致这一些兴奋剂类呢变成漏网之鱼，成为青少年觉得反正我玩一下嘛。对，而且大家可能都觉得兴奋剂类是怎么？其实兴奋剂类不是像海洛因，海洛因可能呢，因为它没有用的话，身心状况会变得很不舒服。兴奋剂类呢，它是一个叫做环境提取型的毒品。比方说，我今天绝对不可能在学校读书上数学课用安非他命，那我干嘛啊？老师在讲数学，我还要很有精神跟他讲吗？不是这个意思。他去跳舞的时候，我要做某件事情，所以呢，只要他走到舞厅，他就用。所以他不会在学校用，他可能到舞厅用，他可能到 party 用，他可能到某个聚会去用。所以那些就是线索，所以线索斩断，毒品就没有了。这个观念才是，这就是后续我们要看到的部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校园内的毒品就变成2级，那2级政府就觉得不行，那我就抓他就逃到3，那3就 K 他命，然后再跑就一路跑下去就变成烟品啊、电子烟啊、加热烟啊等等。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最重要的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呢，我们所谓的校园毒品的现象，我们是在处理的，但是处理的结果并不是让它消失或降低，而是让它逃窜了，这个才是麻烦的事情。那他就一直跑到最后。现在世界各国最大的问题了，美国也有，日本也有，欧洲也有了，也就是我们以前英文叫 drug abuse，我们叫做毒品的泛滥，drug 实际上是非法药物的概念，现在叫 medicine abuse， 就是所谓的医药品滥用。那医药品就麻烦了，合法的医药品有哪些合法的？其实我们比方说我们一些镇咳的鼻水的，对，其实它里面都有一些抑制中枢神经咳嗽反射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抑制中枢神经抑制，那不就跟刚刚海洛因的抑制叠上来？那我多喝一点嘛，多吃一点嘛，效果可能就出现了。那我们讲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芬太尼的问题。对。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在旧金山，它满街都是像僵尸一样的。那前一阵子台湾也下到有一个东西，在万华的环河南路2段那个地方。一个国中外面嘛，还国小外面，对，外面也有一个人这样的生理词，因为他的芬太尼用久了，你就像僵尸一样，你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角度。对，那个角度最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空间功能丧失了，所以它不一定是一直这样的，它没有说折到90度那么亮，但它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人为什么可以用这么奇特的姿势在维持着。那芬太尼来台湾了吗？进来台湾了吗？目前我们合法，我们透过各个管道去了解芬太尼基本上在台湾还没有流行，没有，我们可以说还没有，因为原因在哪里呢？类似的东西，其实台湾前年
才把它升为2级毒品依托咪脂。所以呢，依托咪脂的出现其实跟芬太尼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因为它都是麻醉跟抑制的效用。所以呢，药物等于就是说，除非你这个东西完全被查缉掉，我才会有替代品出来。所以，当某个东西还在运作的状态的时候，它的这个出现的几率是不会那么的高。而且，芬太尼其实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它比较多会是因为美国的药事，还有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医药品的管制制度跟台湾不一样。它也是一种海洛因，它也是一种止痛剂。止痛的，对啊，而且它高效强效。那所以就是说呢。也就是说，芬太尼大家印象中都觉得毒品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危险，其实不是哦。如果以芬太尼来讲，我们就会发现使用者大部分都是街头上面生活比较困苦，因为他们本身来讲要从这个辛苦的生活环境中逃脱开来，所以他们就是一种逃避型的药物。那如果没有感觉，比较没有对，然后让我没有感觉。相对来讲呢，比方说我们今天是像大家看到华尔街之狼好了，如果今天华尔街有芬太尼，他一定用骨科碱嘛，他用兴奋剂，对，他一定用兴奋剂，因为你股票一次上下就多少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今天忽然间早上起来看某一只股票涨停板，用了芬太尼就下午跌停板，那更不用玩啦哈。所以呢，换个角度上面来讲，就是实际上毒品是分族群、分类别、分使用目的，分得非常非常细。那目前芬太尼在台湾没有。并不是因为它没有办法进来，我觉得毒品这个东西真的就像是我们不是叫癌细胞，我觉得它根本就像是一个PM 2.5以下的东西，它总会有办法走到，因为人会成瘾。那只是目前台湾呢，相对来讲，第一查罄很严第二警觉性很高，第三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还没有要用到它的地步。但是如果你今天呢一直查 ABCDE， 那如果一直没注意到这个 F， 它可能就会进来。好，那今天跟戴老师聊天，我们就得到一个让我们觉得台湾人觉得也非常骄傲满意的这个答案，就是没有想我们在台湾的全世界治安里面我们排第3名。对，没错。台湾的治安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可是我们还是要去提到说，就像戴老师今天在脸书上讲的，按照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官的这个伦理条例，你在做任何判决的时候，你不要去影响到了人民对这个司法的一个信任。对，希望顾及这一点。顾及这一点。那我刚刚讲的，你现在很多判决，不管干戈或者什么东西，其实老百姓我也不是要一个以暴制暴，我也不是要那么凶狠，只是我觉得在这个司法制度的这个判决执行跟这防范上面，你让老百姓觉得我的安全是有保障，而且我的正义跟公道是能够得到伸张的。对，非常谢谢戴老师，谢谢宝德哥，谢谢。好的，谢谢。非常谢谢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他小小心意，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后呢，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B Jackie。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说，走对方向，走正确的路，比什么都还重要。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他说你深有同感，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那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台湾的往前走，我们要相信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7-5里面，你特别就是感谢，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蓝静，你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他是一个退休人士，支持台湾，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另外就是这个 Boy K，
然后呢，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那就宋国成宋老师。那你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谢谢明老师，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我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谢谢。